玩第一点。哇，瀑布而且我们在瀑布上。就是祖先就是取名游弄，所以叫幽灵。好爽哦，很冰。所以他们现在在外面，他们看不到我们。里面很宽你们完全看不到我们在哪里。后天。哇！这个味道很难习惯。Let's go, man. Let's go, man. 这里呢是北横公路，也是泰雅族的聚落。这里有茂密的森林，还有陡峭的地势。这里的海拔有1500公尺。但是据说，在这片森林里面，藏着亿万豪宅，而且还不止一栋。我不信，跟哥走，带你们去看看。北横公路横跨桃园复兴区，地形的自然屏障让它曾经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但随着公路开发，现在你能用各种方式来亲近它，例如仰望星空，听着虫鸣入睡。这里的地理位置是算台七线的47公里，下8公里，刚好在一个山谷的位置。对，环山的。那边是哪个山？那里？那边是那边去是哪？拉拉山。对，神木区就在上面。对，拉拉山、宜兰、新竹、尖石乡。对。然后这边也算是新竹县。对。那这边呢？那边后面就是桃园了。桃园了嘛？对。所以我们这里是被拉拉山、桃园、新竹、宜兰、尖石、宜兰，我们在环绕在这个山凹的正中间呢。因为这里的进来的方式好像只有北横一条而已。对。所以你要进来这里面玩呢，这也不是你一天就能到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进来找一个地方，像这样的露营区，你也可以待着住一下。出门不外乎就是食衣住行，对，吃的搞定了，你衣服带了，住的地方有了，是吧？交通也有了，剩下就是玩了，娱乐。这边有什么娱乐的？这边就是比如说拉拉山神木区，然后还有一个很棒幽灵瀑布，超级秘境，很有名但我没去过幽灵瀑布，我等一下带你去，就在你们这边而已，就在这边旁边而已。好，先来去幽灵瀑布走一下，出发吧。跟哥走。好，是不对，跟他走，跟他走。想在偌大的山区找好玩的，跟着在地人走就没错了。神秘的幽灵瀑布坐落在铁力库部落，而铁力库就是泰雅族语“瀑布”的意思。给各位大哥大姐看那个金线莲的样子的。因为金线莲顾名思义它的线是金色的。这是金线莲？对，这是假的这个没有线的是。对。我看到了。有没有？后面这边一株。有它这个金线莲他们用在那个药材上面，中药行是做药引。但是我们去采的话，我们不会说赶尽杀绝，尽量是大株的先采掉，那小株的话留种。再给它。它会有多大株？它大会多大？就像这样，可以像到这么对，比想象中小。我以为金线莲可以像这么大。很漂亮。它在10月、11月的话会开花一次，它的开花期。像这个菌类它是野生的啦。对。很多人以前会拿去做标本，放在家里做艺术品。那为什么野菇不能吃？没有，这是它的野菌。野菌。对，它长到一定的时间的话，它就硬掉。这你看摸起来就不像香菇软软，比较结实。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你手还好？好。没有，这个没有毒，这个没有毒。你确定？这个没有毒，这个是天然的那个菌。它有一个就是放射状的那个图线。对，好漂亮。对，好，把它放回去了。很漂亮，很漂亮，这很漂亮。河床区。这有写幽灵瀑布，这个终于走到比较像原始的地方了。很天然。铁力库部落，天力库。探访幽灵瀑布的山林小径，是早年当地泰雅族生活的区域，层层的梯田，丰收的农作物，而脚下的路更曾经是条狩猎的步道。像以前我们祖先传承我们那个捕兽的那个一些陷阱，这个是
比较简单的啦。它的原理怎么来啊？你弄一下怎么弄？用那个杠杆原理有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制作陷阱的话，钓到猎物的话，它会这样，那这个是捕什么样的猎物？像是老鼠啊、小鸟啦。譬如说，这是猎物的步道，好，我们是制作这个门之后，然后旁边再围起来，然后再来是我们再给它放下去固定，对，固定这个门。它这个这样经过。我假设往中间这个对，有。哦，老鼠、小鸟踏过，钓到。哇！对，天哪！还是我再来示范一次。假设。但是你不用有什么诱饵吗？不用，真的不用吗？不用放什么？放什么米、面包什么的都不用。因为动物是那个色盲的，它只要有阻碍物，我譬如说它路边这边做个障碍物，它这边就不会过，对不对？对。它的100%就走这里，它的脚还是头碰到 ，bingo。对。好酷哦！了解。猎物的习性是在秋冬出没。秋冬。地上爬行的话，像老鼠、蛇、青蛙都会钓到。我都没有影响。林大哥口中的山珍野味，我实在是无福消受啊，只好谢谢再联络咯。还是继续上路去找幽灵瀑布比较实在。随着地势一路下切，虽然是原始泥地，但还算是轻松好走，离我们目的地也越来越近了。以前山里的路好像都是因为，比如说采矿啊。接水管啊，对，就是第一个民生用，对，所以才会去走出这些路嘛，对不对？对。我觉得以前第一批来找这些民生用的东西的人，真的蛮厉害的。对，这一条都是水郡，都水郡嘛，对不对？对啊。这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幽灵瀑布。以前听那个瀑布在哪边？瀑布到底在哪边？这边正下方这个就是瀑布。对，瀑布。我们就下去看了吧？可以。好。从这边要攀下去是？对。我来了，我到幽灵瀑布在哪里？在哪里？我该不会被骗来的吧？爬山都有一路这种被骗的感觉。眼前就是你的目标。哪里？这里，近在咫尺。哇！被那个台风瀑布冲走，而且我们在瀑布上没想到幽灵瀑布就这样突然出现在眼前，你还没看到吗 ？Show time！ 帅哦，在瀑布上，这里有多高？它有50米，我看起来怎么有100米啊？这个幽灵瀑布的由来这是我们祖先取那个原住民的名字叫游弄的意思就是雾，这边经常起雾，水汽，就是看不到它这边真面目，对，就是有一种很神秘感，就是祖先就说取名游弄，所以叫幽灵。后面都翻成国语游弄就是泰雅族语的雾的意思。哦，其实所以其实这边的最原来的名字应该叫做雾，游弄雾，然后后来被大家游弄幽灵瀑布。幽灵瀑布群是拉拉山最壮观的瀑布群，共分上下2层。下层呢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幽灵瀑布，溪水从峭壁上倾泻而下，水汽磅礴，非常壮观。接下来你可以折返步道继续前进。如果选择溯溪向上，天然的滑水道就等着你喽。快点啦！猜拳啦，输得下啦，见者有份。我是背东西，都猜拳，快点！对啊，你在干嘛？我水性不好啊。你少在那边。什么意思？剪刀石头布。耶！这是什么？没办法。为什么？注定的。太夸张了吧！好冰哦！为什么这里海拔才600，水温只有10度啊？下了！
我跟你讲，我太瘦了，我挡不住手。阿贤，阿贤，哎，抓一个来玩。哦，先把水挡住。哦，我卡住了。我帮你，我卡住了，我帮你，不要。手放手，不要！手放手，要先走。走不动啊！可以，我好棒啊！我笑到肚子痛。只能说啊，我们的摄影师啊，汗臭太厚，才会出现动也不动的效果。如果觉得不够刺激，没关系，后面还有呢。这个，按照惯例，来选，剪刀石头布。一台 GoPro，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耶！我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哎，爱拼这的名 ，Go！ 建筑部，连输2次的心情。哎，从来没有这么糟过。为什么？天出镜今天你要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哦，赌场失意，在其他地方一定会得意。哇！很冰。可以，他们现在在外面，他们看不到我们。哎，里面很宽哎。后边。哇！哇！惯那味道。这个味道很难习惯呢。待完第1点。爽哦！要不要玩一次？真的很好玩哎！我真的良心的建议你，要不要玩一次？很好玩哦！来，小周，去吧！来 ，Go！ 来 ，Go！ 哎，站着，给你一个站 ，Go！ 哎，大哥来了！哎，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滑水道很安全，它是一个安全没有速度的滑水道。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请你爬上去。你走错边了，你的路在那里，左上方。Go， 小乔，像个男子汉一样。往下啦！哦，男子汉！你的速度比较快耶，因为我很胖。看看这满足的表情，电视机前面的你应该可以感受到有多好玩了吧？炎炎夏日，把身体泡进沁凉的溪水中，享受自在滑行。你看我们一次又一次，根本停不下来了。卡住了，这水流没有很快啊，所以这个水流其实是蛮 peace 的，蛮温和的。来到这里啊，有3个地方可以玩，一个就是我们刚看的幽灵瀑布，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滑水道嘛，对不对？啊，等一下下一个目标是水帘洞，花果山，孙悟空。但是我来到这边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来到这边要进来玩，其实它是蛮容易到达的。那你怎么带来的东西，记得怎么带走。那我们沿路上看来啊，没什么垃圾蛮酷的，没什么垃圾环保概念都不错了，对不对？这都蛮重视环保的。哎呦，桃竹苗的朋友们，不错哦，不错哦，比我上次去到那个有没有？走。只留回忆，不留垃圾，是亲近大自然最温柔的方式。如果我们都能一起这样做，这片山林才能永远维持它美丽的模样。沿着河床向上，溪水清澈见底，苦花鱼悠游其中。随着水声越来越大，瀑布群上层的水帘洞瀑布现身喽！到喽！耶！我要去来当花果山的猴子了。这以前他说是蓝沙坝，是不是？就是一个目的是防洪用的。防洪就防止石流这样。他们连在做防洪都可以做的这么有造型哎，日据时代做的，还有一个造型造的还蛮不错，好漂亮哦。其实这边你很难想象哦，这不是自然景观，它是一个以前日据时代建造的一个蓝沙坝，为了防洪用的。但是因为时间很久了，所以它是水域这样，它把里面本来是一片平的，它这样水里面是凹进去的。我们来去那边看一下，很冰。完全不一样哎，所以他们现在在外面，他们看不到我们，所以这个需要看不到，所以在里面做关系看不到。好，我出去了，出去他们就会看到我们。里面很宽哎，你们完全看不到我们在哪里，但我们看你们是一清二楚。现在我跟你讲，好像一个双面镜。无论是潜进水帘洞还是跳进水帘洞，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尽情享受这里凉爽与满满的负离子。不过呢，请衡量自己的能力，安全第一哦。离开了藏身秘境的瀑布，林大哥说要让我们尝尝泰雅族的传统大餐。所以你要砍哪一根？我们要制作竹筒饭的话，我就挑选这一根竹筒饭。好，他要倒了，倒了，小心，小心！在你们这边，在你们这边，小心哦。好，让他下来吧。OK。来，大哥，我来。我跟你讲，这个其实可以这样。来，这边有个，不要动，可以。来，可以。好。我们需要用哪些？最好是哪一步？靠近根，我这里啊，对，都可以。都可以。抬高。OK， 好。哇，你看这个，这里面好像能装蛮多的。对，这是什么族？这叫做贵族。贵族，对。我们这边泰雅族这边最常用的是贵族。贵族。我们是自己人要吃的，我们就这样。这一段的是阿贤。阿贤这一段给你了。OK， 阿贤这你的。好。我要砍一个我自己的。好。来。2、1，断。哦，可以。我的食量大概就这样就好了。好了，接下来晚上要吃是不是？来，自己砍。来，换我帮你。灯光师就位。贵族对于泰雅族功用实在是说不完。除了每年5月好吃的竹笋，还可以用来做竹杯、竹筷，甚至野炊或制作打猎的陷阱。竹筒我都砍好了，好料应该也好了吧？我就要来到每一个地方就是找当地最有名的食材，没错，最天然的食材。泰雅族的鱼子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马告。这个就是珊瑚礁。这个很酷马告我们看看，我第一次吃到，通体舒畅好香哦。我以为珊瑚礁应该会有一个，就是像胡椒应该很呛但没有它有一个柠檬香对，它捏碎之后，它会散发它特色味道。我可以捞个几，用汤匙捏碎，然后它那个原汁原味才会
蹦出来。对，加一点少许的盐，少许的。再然后呢？加一点冰水。为什么一定要冰水？冰水像有些马告譬如防中暑。防中暑，然后加点盐的话，就盐水的话，就是增强你抵抗力。哦，要捏碎，记得我会碎。哇，好疗愈哦！爆浆。哇！刚刚你是没打开？有了，没有啦。我们都有看到天空刚刚的云长什么样子？都蓝色了，云是白色的。Let's go, man. 台湾第一点，爆浆。太好吃。马告士它是一个山胡椒，我们听到胡椒2个字都会觉得它应该是呛辣，对不对？没有，它是清香哎，缓和，它很清香哎，清凉。大海中的钻石，少许的盐下去，给点冰水，搅和一下。醒脑哎，超级醒脑哎，郑总，来天然的矿泉水，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咸的果汁啊，咸的果汁，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哎？它就是咸的果汁哎，咸。来一下，可以把珊瑚礁马告也吃下去。对，可以啊。哎，是不是不一样？跟想象中不太一样。橘子水，哎，对。林大哥说，夏天在山林里工作，他们会随身携带这款原住民的宝矿力，不但能防中暑，还能消水肿，舒缓疼痛。而马告入菜更是一绝。我的竹筒饭当然得来一个完美的结合喽。所以我们现在弄什么？啤酒西虾。啤酒虾怎么做啊？一般的话对，我们是先来，我们虾子的话都要放3分。啤酒7分。你是喝酒的吧？大概是这个比例。像虾子差不多3分嘛。虾3成，啤酒7。来试试看。我现在是55波啊，把它加进去。其实这个制作啤酒虾就不用加那什么盐，附加的那个烧烤的过程，啤酒就会去提那个虾的味道。难道不需要来点海盐？如果没有看那个个人的嗜好了，如果说吃重味。吃重味的话，加一点海盐没关系，直接上去煮。对，直接上去煮，直接放在来一点烤肉架上面，放这边，放这边。对，达样的传统的食物，我们刚刚有马告嘛，竹筒饭，达瑞，还有达瑞的达样叫什么？梨油，下一个字。OK， 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个要特别介绍，就是什么面，腌鱼肉。是我最怕的希腊。这个农业时代下山买猪肉的，从这边步行到大溪，多久？所以老人家都是来回到2天。买一个猪肉，快的话2天，对。所以怕那个猪肉还是鱼肉会那个坏掉。对，发明了这个方法。传承的话就是用盐巴去腌制，盐巴还有米是去腌制。对，苦花哎，那所以这要怎么吃？一条。直接吃吗？不，这直接吗？直接。你先。味道。天然的雄厚。真的假的啦？以前老人家取到食材食物不简单，然后就我们很珍惜说老人家传承的一些。腌猪肉，腌鱼，不管是还有山羌、山羊、山猪肉，都是这样腌，都是很珍贵的。就是一般找不到的食材的话，我们会特别去珍惜这样。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这个感觉我觉得挺不错的。我有没有听到的声音？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今天在这个烤炉里面拥有的呢，就是泰雅族最传统的食物。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这么吃。好吧。他不敢接受，后面吃过的习惯那个味道。
这个味道很难习惯呢，但是很奇怪，就吃下去，你还会想再吃第二口哎。阿贤，你要夹菜。阿贤，来，阿密斯是不是有这个？有啊。来，我喂你。大哥，味道如何？一样家乡的味道。怎么有cheese的味道？嘿 ，cheese， 哎，对，对不对？你说对了，就是 cheese， 那个就是小米哦，那个米哦，它发酵的味道。对，就是 cheese。我都讲没。今天谢谢我们贤哥帮我们做了一个最完美的解答。没想到泰雅族的传统腌苦花居然蹦出西方的滋味。以前在山里生活不易，一切取之于自然，也因为先人的智慧，成就了我们丰富的这一餐。试一个，好不好？先请你先，好，你先。通常都是长辈先啦。来，先吃一个。沾点那个海盐，台东来的海盐呀。五花肉，3层肉。OK， try 一下。马告实在是一个很迷人的东西，很配所有的菜色菜味。所有的菜，你只要把马告加进去，它完全达到一个去油解腻的效果。我很爱马告，我很喜欢马告。没想到现在来到的是马告的故乡。哇，泰雅族，我们再来试一下竹筒饭。好，我们用我们的贵族做的竹筒饭。长辈来一下。这用的是小米吗？就是在地的。甜甜的，还有一种，眼睛有那种有一点点竹香味，好吃哎！来，够亲致哦。哎，你们看到调味的饭里有马告，竹筒马告里有饭，一定要配。就是我心里有你，你心里有我。还有锅巴。哦，试试看，以后一定要用这一招。没错。至于食材的话，你可以多变，你喜欢加什么？虾啦，还是那个鱿鱼，都可以。你要配海鲜，还是猪肉，青菜都可以。再搭配我们的啤酒虾，这就整只来了，完全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味道。好开心哦，好吃，吃了满满的这个风味餐。但我听说这边哦，是不是有那个温泉啊？那我们来去泡温泉泡一下好不好？以前这个严格就是日本时代的话，叫军官温泉，只限于军官。日据时代可以有这种阶级制呢？对，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因为这已经一大段时间过去，历史就让它留在历史。现在就让你看一下草民泡温泉。野亨温泉早期是野溪温泉，现已藻井抽泉。相较于北横的其他野溪温泉，易达性最高，泉质为碱性的碳酸泉，又称为美人汤，对于舒缓也很有效哦。泡着温泉，望着星空，养精蓄锐，明早有个挑战在等着我们。热爱山林的极致表现是什么呢？听说有些人不惜纵身一跳。You ready？ 阿台教练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呢，我们是台湾第一等，我们来介绍全台湾最厉害的 Bungee Jump。台湾唯一合法。这里有多高？43米。Bungee Jump 其实是一个蛮勇敢的一件事，我们可以进里面看吗？我觉得你蛮勇敢的。等一下哦，不要，这在抖你在晃吧？是吗？你是在抖吧？晃吧，小抖。没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兴奋的抖，很兴奋嘛。对，你刚眼睛忘了张开了。哦，第一次跳嘛。通常很多人眼睛，没了。我刚刚干了什么？不知道，对不对？是这种感觉。恭喜你！Yeah, you got it. You got it, ball. 教练，你看过跳啊，一定看过很多很奇特的经验。有没有最奇特的？最奇特的跳下去昏倒，够奇特吧？上面没昏下去昏，而且是 VIP 有跳过的。怎么样？现在？为什么？他重要是他没有吃早餐，血糖过低。
高空弹跳起源于澳洲北部的 Pentecost， 是当地原住民的成年礼。阿台教练在台湾推动高空弹跳运动已经将近23年了，在2016年经过政府核可，成为台湾合法的极限运动。我们这边要求弹跳者跳得越远越好，对，跳得越远离开我们撞击物。对，在下面是个人体海盗船，你看过吗？从那边跳过去，会从那边出来，两个不同的乐趣啊，对不对？好，叫得好，不错。哎，你知道他是怎么样？我就跟你们说了嘛，我除了宣导说出去玩垃圾记得带走，还有跳高空弹跳的时候，你记得眼睛要打开。他刚刚是这样。你没有打开眼睛，不标准，你要打开眼睛，要同时叫。等一下上来再让他跳一次。哎，这个赚到了，他搞不好他不要，我跟你讲。很多人来跳过以后，我们来打赌，租了1瓶啤酒了，好不好？现在他不敢再跳了，还是他敢。哦，好好玩哦！你这样跳了几年？全台湾最爱跳的哪个？跳了20多年了，跳几次？1299。哇！全台湾的桥我都跳完啊！金华城也是我第一个跳。哇！3个。不好意思，我跟你讲一件事。哎，先不用猜，先不用。不是，你刚刚眼睛是不是没打开？有啦。没有啦。我直接看天空。我们都有看到天空刚刚的云长什么样子？都蓝色。你看，云是白色的。哎呀。OK， 可以吗？可以。3到1的时候往前跳。现场的掌声，爱上吗？我要比赛了。1、2、3 ，Let's go man。猜完得1点。不好意思，我跟你讲一件事。哎，先不用猜。不是，你刚刚眼睛是不是没打开？有啦。没有啦。直接看天空。我们都有看到天空刚刚的云长什么样子？都蓝色。你看，云是白色的。哎呀，云是蓝色的。再跳一次。你要不要再跳一次？可以吗？可以啊。这个是关于勇气，而且也是关于个人。那你再冲一次。他对你讲是关于勇气，跟我跟他讲不是关于勇气。再冲一次。好了，来哦 ，OK， 来，漂亮。下去的时候会错，对不对？对，有点不要错，然后加油，好。现场的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吧。等一下！东西没有绑。教练，我们高空弹跳有没有所谓的反刍啊？就是对于你心理建设的反刍，勇气的反刍。当然是有，对不对？他这个已经跳过太多次了，他已经无感。回来了。回来了。你现在状态比刚刚好了。有第一次之后，第二次就感觉不怕了哈，对不对？我刚才叫你等一下，你跑干嘛？我想说，你叫我等一下干嘛？好玩，真的好玩。他刚刚来了第3次了，他手好冰哦。你下去摸到水了是不是？没有摸不到，摸不到。下去就下去。好来，下来。好，小豆，走，换你表演了啊，没问题吧？船长妹，目标装备区起步，走。他走很慢的。这是绑背的，待会的是往前飞。OK， 这是2套系统。好，这是我们的安全绳。OK， 好，没问题吧？回来的时候扣这个地方，扣这个地方。还没有跳，请举手，看一下好不好？赶快跳！我突然间想尿尿哎！不要一直靠着我这么近啊！请个腰，我走。他是勇者。加油！你比我还兴奋呢！我想看你跳啊！你帮我拉，你拉，用力拉一下。OK， 啊，那个弹跳绳拉一下，来一个。为什么？拉动一下，拉到我一下，往后拉一下。好，因为我确定他有勾住我。对，等一下跟我讲说没有，等，我来不及了。等一下，我说你有绑吗？我们确认习惯就是教练扣完弹跳绳之后，会要求副教练来检查
还有没有扣好 ，double check， 叫不都有一个顺序，1、2、3、4、5、6、7、8，还没有，现在跟安全整想出去，好了以后我会跟副教练来做一个安全绳解除，解完除以后我就可以跳了。OK，double check， 来 double check， 来 ，Hello， 我先向这边，我double check。好，来 BD， T 这边有，安全绳有来，前面2个也有，爸有，然后上身1个、2个、3个，来转过来这边。下面 OK， 下面 OK， 加油了，好来 ，set 掉，加油 ，set 掉，加油了，一下，还没啦，还没有，好了没？好 ，OK， 可以吗？可以。听到1的时候往前跳。好，1，现场的掌声，我要数3了，我要掌声。1、2、3 ，Let's go man，Let's go man。一直被这样甩，我还是比较喜欢绑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绑腿你可以比较看得很清楚，就是下面在哪里。我比较喜欢绑腿，往上一直转头晕，真的很棒。这是100，那个假日有空来我们这边上班。OK， 我跟你讲，超爽的，没有任何的极限运动比跳高空弹跳爽。你知道吗？因为它的高度啊，因为你到了飞机上，有没有跳伞？那个高度你已经无法判断，那就是出去就是一整片地球天空。但这个是你看得到的，它才43米，你知道吗？那种你还是会感受到危险，但来不就是要感受到那种被救回来的感觉吗？感激不尽。嘿，嘿嘿嘿，台湾也拿一张，耶！台湾的 Bungee Jump。纵身向下的那一刻，面对的是恐惧，但谁赢谁输还不知道。而今天除了我的挑战，也是高空弹跳界1年1度的盛事，看到了没？比基尼高空弹跳登场。打算绑哪边？直接正面，正面。哦，绑这。但是我没跳过。绑腰哦，哇，没跳过。妈，我要来高空弹跳喽！爸妈，我也在这。阿妈、阿公。我来double check啊 ，BD， 3个，3棒，2棒，漂亮。不要一直往后退，好，跑步可以吗？看一下你的左边，什么话大家说？好，没有。可以吗？加油！加油！哦，他说啊！如果你光看都觉得恐惧，那一定要给这些勇敢的女孩来一点掌声鼓励。通过了跳山的考验，总算来到我此行的最终目的。孔老师，我其实我这次来是要找一个就是亿万的豪宅，听说在山里面有一个亿万的豪宅。哦，那多了啊，好多，待会我带你去找，很多，哎，在里面。屁呀，很多，所以你都没有注意到，这边就是石吊兰了。哦，看到了，这都是它的纹路很漂亮。石吊兰，对，我们讲快一点叫石吊兰，这是漂亮。石吊兰，石吊的兰花哈，是石吊兰花。石吊兰，石头上的石吊兰，就它是长在石头上。对，台湾原生种的有几个东西的植物是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兰花，还有秋海棠，它也都会去挑自己喜欢的地方。对，你把它挪到另外一个不适合它的地方，它马上就那个死给你看。对，会赖着你，就是你害我的这样。达官山自然保护区就是大家口中的拉拉山，地处桃园及新北市交界处，拥有丰富的原始森林，置身其中啊，绝对让你深呼吸。孔老师，这个应该是被雷打掉的吧？对，这是对不对？这是台风啦，这是天然灾害。它当时怎么会断成一半呢？不会是上面有渠过，有渠道。哇，那林家又赚钱了。但是这棵没有下去，在这边，还埋在这边。哦，还在这边，还在埋在这边。
对啊。所以我们刚才从那边开始到现在，这边全部都是大树，好，包括我们那边，那都大自然，所以这是大自然的。哦，看到了哈。哦，哎，这个有哎，有哈。然后呢？哎，这个直径大概我觉得有10米了吧？不止啦。不止吗？这样看上去，这是远。当然你在底下看到的话，这棵树可以撞到月亮。台湾第一点。然后呢？哎，这个直径大概我觉得有10米了吧？不止啦。不止吗？这样看上去，这是远。当然你在底下看到的话，这棵树可以撞到月亮。屁啦！这棵树撞到月亮。月亮在这上面的时候，你从底下看，刚好是。你就跟美国常常说他们上过月球，到现在还有人在怀疑。对啊，这边就一样，撞到月亮。哇，也太大了吧！这没有比例尺，这没有比例。对，我们过去看一下，我让你看一下，你在这等我，我让你看比例尺，你就知道它其实有多大。那边可以。你往上看，是不是撞到月亮了？我现在看不到它啊，它是魔斗的神木吧？所以你看它底下的那个盘有没有？哇，很大哈。黄老师，所以像它这样子，它有多大？年份呢？年份也应该上1-2千的，1-2千年，1-2千年。所以它有编号吗？这个没有。哇塞！所以这个叫生不逢时。它1-2千年了，你还不给它编号啊？这就给它编一下，你才20几颗，多加1颗没差吧？但为什么它编号的规范跟定义是？以前那个文化大学的一个教授来做的时候，这颗就没有编到，所以我们拉山没有再扩大。哦，所以它号码还是一样，就一切不补。哇，所以上面有倒掉的呢，那个号码还在。但是那棵树没有号码，没有号码。对。哇，不会，它在我心里已经有号码了。这天字第1号，那是我走进来第一个看到的。这就是小豪宅了，它在我心里是第一个。小豪宅，这还小，1000多年还小，因为没有编号嘛。如果你们居然这么看不起它的话，没关系，我收。原来我们找了半天的亿万豪宅就在眼前，因为红块身价每立方公尺要价70-80万，而这片巨木林俨然就是深山中的豪宅区呀。有编号，这是1号巨木，红块1400年，高41米，胸围9.8米，哎，好酷哦！它是 Meniki。那一般我们说的 Hinoki 呢？是黄块。Meniki 对 Hinoki 这是不是都是日文？老师，你刚刚说日本的块木是没有味道的，没有味道，只有台湾的块木是有味道的。所以日本你现在闻到有香味的都是台湾的，那些都是台湾的 Hinoki。但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对，这就是殖民。有没有说过这个树的寿命最长能够？还没有呢，还没有，它还在一直长，还在长。所以我们在更深山有整片的块木林都还有。哎，这棵这样看的话是小小的，对，你再过来这边看，你会说哇，哎，真的哎，哇，够大哈，哇，从这个角度看很不一样，对，因为这就跟我们树也其实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一体三面，你要整个看完才知道说，哎，判断这棵树到底有没有大。我们刚从前面看的话，只有小小。对不对？而且它还就是留了一个平台在那边，然后植物长上去了，这边就可以搭一个木屋的话，阿凡达就来了，阿凡达就出现了。哦，这边是1号，当我们进去里面就更近了。拉拉山这个可爱的地名是泰雅族语“美丽”的意思。这里拥有全台湾面积最大的红块原始森林。有人说这里是北台湾氧气最多的地方，多吸几口气胜过医美的高压氧哦。终于，我们找到了，这真的是亿万豪宅。亿万豪宅，这个亿万超过亿万的了哈。你说它有多久？2800年。2800年。对。然后上面有一个树洞，那个树洞呢可以容纳10几个人没问题。因为我们刚这样看过去，我刚刚走上去看嘛，我这样看过去，它的树洞是小小的，所以它里面还有一个弯度，从底下可以看上去。哦。所以你现在看那个人在上面，就是一个小地方，小小的不到它的1/3嘛，对不对？所以以前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还没做起来，以前是可以走进去的，走旁边嘛。因为我刚看它下面有一个过路台，对，还有铺整木在。现在不行，因为我们现在进去有没有都会去刮那个树根啊，
酷。所以再刮下去，这颗也不要再刮了，不能再刮，再破坏太多。你看他们是拿来闻味道。对，然后，算了，每次都是这样。然后在这里很久，总共有20几颗，24颗的神木，但是也有倒巨木，对，就死掉了以后，它才是神木。那它现在只要是活的，有编号的有24颗，有领号码牌的，第5号，Number 5，最大的2800，它是最老的，它是这里的元老级，对，所以要上来看它还不容易。对，要爬这边330阶到这边330。拉拉山巨木群就这样静静地站在深山中，上千年来守护着这座山。人类只有更温柔地对待它，才能和谐永续地共处。喜欢吗？记得按赞加订阅，台湾第一的，开启小铃铛哦。